我喜欢做律师，我不知道什么叫败诉，我从来就没输过。一句话，我喜欢赢。我以为我的人生会一直这样，直到我的婚姻列车出了轨，我开始痛定思痛，我的人生一定要有所改变。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踌躇满志。在我看来，未来是我的，我就是未来。爱情和事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，我这才醒悟，原来未来一直是在上帝的掌控中。劫后余生的我惊魂未定，爱情，我还可以相信你吗？婚姻，见鬼去吧！真狠心，说走就走。你这样的，怀孕1个月就开始休产假，你觉得你这样对我合适吗？人家这不是休产假，人家这是辞职，没人性。你放心啊，我永远都是你最好的中国合伙人，我会在精神上支持你的，加油！堂堂法学院高材生啊，自甘堕落为家庭主妇，真是令人扼腕叹息。我不是家庭主妇，我是全职太太。少美化自己了，都一个意思。我跟你说，罗丽，你就是没有碰到那个人。有一天呢，你遇到一个男人，他对你说：“你这辈子啊，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够了。”我不需要你赚钱，我也不需要你工作，你就好好的当好我的好老婆。你也会立马辞职的。这种鬼话你都信？等着有一天你真成为一个只会干家务的黄脸婆，你看他还是不是这态度？你嫉妒我？我这是赤果果的嫉妒。你表妹接啊！喂，燕燕。喂，萝莉姐，我给陈海东打电话，他根本就不接。那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海东以前说过的，无论任何时候，只要我需要他，他都会出现在我面前。可是现在他连电话都不接了，萝莉姐怎么办啊？哦，那他可能是怕你录音吧。没事，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呗，我去找他啊。我是你律师嘛。我现在一想到以后的生活，我就特别害怕。萝莉姐，我真的好爱好爱他，我不想跟他离婚。我好想回到以前的生活。我现在特别想他的时候，我就看他以前给我发的短信还有微信。我不想离婚，萝莉姐，你帮帮我，我求求你了。我现在天天失眠，教育作用全权交给你。今天早上4点多才睡的，然后6点钟我就醒了。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。萝莉姐，我不想活了。萝莉姐，你在听吗？燕燕，别难过了啊，要不这样，一会儿我上你们家去，咱俩当面聊好吗？好吧。哎，好嘞啊，先这样啊，拜拜。手机又没电了。唐美玉，你得给我报电话费啊。我还想有人给我报电话费呢，他给我一打也都是半天。那你还不接受教训？什么教训啊？焦艳艳的前车之鉴呀，她怎么就沦为全职太太了？还不也是因为迟海东当年花言巧语，海誓山盟？现在怎么着？离婚，婚前财产是人家的，婚后财产也是人家赚来的。焦艳艳都不知道人赚了多少钱，说白了，人家想给你多少就多少了。现在哭，哭有什么用？完了。你看看这个，曹乾坤给我你的婚前协议书。他说了，如果他违反协议，他净身出户，所有他的财产，无论婚前婚后，一律都给我。陶老在我心目中瞬间就人格升华了。你俩真是真爱。保险起见，赶紧做一份公证去啊！你这职业病又犯了，多疑。在我看来，公证书不重要，只要这个男人对我有这份心，
我就很开心了。哎，做女人啊，只要找个好老公，什么都有了，你不用这么辛苦。我给你介绍一个吧。拉倒吧，你看你给焦艳艳介绍的那位，那不是我介绍的啊，曹乾坤介绍的。他干嘛给你表妹介绍这样的一个人呢？你瞧不上，那人家也算是高富帅啊。哎，对了，有个事儿找你帮忙。好事坏事啊？喜事儿。哎，我结婚，你给我当伴娘呗。好啊。哎，当伴娘你们是不是还得给我发红包啊？没有，你还得交份子钱呢。到风险陋习。真要结婚了？想好了。早结早利索，这孤魂野鬼我是不想再当了。那想好了就收收心啊。管我？哎，说说你吧，你到底因为啥呀？性格不合，这个情感破裂。现在说性格不合了，早干啥去了？哎，你可别忘了，你们俩好还是当时我介绍的呢。你现在说离就离，你是不是得给人一说法啊？这个缘分尽了，早断早离了，拖着也没什么好处，对吧？拖个10年8年的，那才真是害了他。亲爱的，来吃点。来，吃点儿。你不吃饭不行啊你！我不想吃。他后来没再跟你提过咱们俩的事儿吧？好面子，估计他问不出口。你就不承认？就按咱们说好的，我就是来给你修电脑的，反正也没有录音录像什么的，你怕什么呀？可是那天，他助手也在啊，都看见了。反正没有证据，看见有什么用呢？我还可以说他池海东诬陷呢。池海东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想抛弃你，造谣生事，找自己的助理来做伪证。哎，亲爱的，这段时间咱们千万别打电话发信息啊！有什么事儿咱们见面说。我看就别见面了，见面也会被别人发现的。咱们是正常的，怕别人说什么呀？哎，你一个女孩子碰到困难了，遇到问题了，你老公不管你，我是你的朋友，我来管你，怎么了？你一定要跟你的律师说啊，抓住池海东的弱点。池海东这个人好面子，他宁可说是自己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也不可能说自己的媳妇儿给他戴了绿帽子。燕现在每天晚上跟女鬼似的，死活赖活在那哭，哭完了就打给我们家美玉。你说你这是要干啥呀？我本来没想起诉，这个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觉得好离好散就完了呗。还找了一个律师，唧唧歪歪的，谁还不是律师？打官司打呗。行，那到时候你就跟这个律师，这小女子，你们俩就好好 PK 一下，谁赢谁输还不一定。你认识啊？说正经的啊，你看你是一个著名的律师，是像我们这种大公司花大价钱请来的法律顾问，你自己的家务事还得闹上法院啊，说去光彩吗？再说了，就算你赢了，那是你媳妇儿，你输了呢？啊？行了，啥事儿啊？至于吗？咋的了？
知道什么事儿吗？我哪知道啥事儿啊？不管啥事儿，啊，弟弟我的座右铭就是：啥事儿不是事儿，是事儿就一阵儿，是吧？再来这个，尝一口吧，贼好喝。谁开车呀？来来来，我不碰一下，我开车，你喝吧。碰一下，给你碰。现在池海东已经去法院起诉了，法官最后怎么判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。弄不好到最后，搞得鸡飞蛋打，人财两空，那我可怎么办呀？你看你现在又后悔了。而当初池海东把离婚协议放在你的面前，是你自个儿不签的，你舍不得人家。我就是舍不得他。你舍不得人家，人家舍得你呀。你想什么呢？池海东是提款机，我是游戏机。岳群，你竟然说出这种话！你滚！你现在就给我滚！妍妍，我真是在帮你。你看你现在过的什么生活？这种生活我一时半会儿真给不了你。你没钱你怎么生活，妍妍？我怎么不能生活了？我自己可以出去找工作呀，我自食其力不行吗？你别幼稚了，妍妍。你知道现在博士生上班才挣多少钱吗？还顶不了你俩包呢。妍妍，别着急，我问你啊。你能挤公交车吗？愿意坐地铁吗？愿意上夜班吗？早班你起得来吗？即便这些你都能够做得到，妍妍，我告诉你，过不了几月你就成大妈了。这大妈都年轻过。这女人的美是最容易磨损的。我可真不是去唆使你找池海东打离婚要钱，我是为你的幸福考虑呢。哥，你终于回家了。Good。干啥呢？哎，这孙子干啥呢，哥？你个王八犊子，谁都敢亲是不是？啊！我打电话，我叫人，我弄不死他，我刀枪炮我干死他，我个王八犊子！老婆，你干啥呢？你在哪儿呢？你是一个人在家吗？好了，我爱你啊，拜拜。哥，你先给我送回去吧，我老婆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回来啦！你喝多了？哎呀，让你少喝点酒，你不听话。
喝这么多呀，多伤身体呀！别喝了。哎，我给你把鞋脱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摔跤啊！好，站好。来，快进去了啊！哎呦，说你爱我。好了，你喝多了。说你爱我。我能不爱你吗？我们家人都不同意我们俩结婚，我这不还要死心塌地的嫁给你？我还不爱你，还不爱你啊？好了，别在这站着了啊！哎，你都站不住了，快进去坐着来。慢点啊！就不乖不听话，喝多久？喝哪儿去了你？坐。我给你倒杯水啊。你坐。我给你讲个秘密好不好？什么秘密啊？这样，我今天啊，送海东回家，到门口的时候，哎，你表妹在那儿呢，很男的，我不认识这男的，你长得也不咋地，但你知道怎么了吗？怎么着？别胡说八道！真的。我跟你说，你有空啊，你好好劝劝海东。我觉得都是他不好，他对我表妹不好。你想想，家人都成什么样了，他就把他当一电视机，想看看，不想看关了。我没骗你，他们真抱一块儿了。你就是喝多了，你还替海东说话。我没喝多。你喝多了，你要再找我表妹摇，我跟你悔婚。我喝多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不说了好吗？不管他们怎么着，只要咱们俩好好的就好。爸爸。我就不添乱了。哎，周末我要去看芭蕾，你回得来吗？肯定回来呀！啊，我亲爱的就这么点高雅的爱好，我保证满足。燕燕，别听了，都听了一晚上了，听这些不是给自己添堵吗？咱马上就要开庭了，真得好好商量一下了。就让我听听吧。现在他的人我也见不着，我就只能听听他声音了。到现在才知道，我到底有多爱他。不许沾花惹草，听见没？嗨，瞧你说的，我如果有沾花惹草，全凭你发落啊！你要我怎么着，我就怎么着。那我就让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哎，等会儿。不许沾花惹草，听见没？嗨，瞧你说的，我如果有沾花惹草，全凭你发落啊！你要我怎么着，我就怎么着。那我就让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燕燕，听我说啊，燕燕，你认真听我说。电话里这个温柔的迟海东是真的，现在铁了心要离婚的迟海东也是真的。你必须要面对现实。咱们离婚是为了离开一个不值得爱的男人，这不是咱们的损失，这是他的损失，因为他永远失去了一个爱他的女人。离开一个错的人，才能遇到一个对的人。你要振作起来。我怎么振作呀？我要是离开他的话，我可能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房子还有车，这都是他的婚前财产。如果当初我要是同意协议离婚的话，我可能还能分得一处房子。可是现在，如果法官判的话，我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你说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呀？为什么男人都这么狠心呢？别怕，妍妍，这官司咱们能赢。你怎么这么自信啊？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输过。
罗丽姐，池海东也从来没有输过。那是因为他没有遇到我。喂，哎，石律师，您看您今天什么时候方便啊？我想过去找您一趟，咱俩沟通一下呗。喂喂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混账！你这个访客记录你得登记的仔细一点。上次放进去那人吃饭，我后来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得登记啊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我找池律师。你好，我叫潘小刚，我是池海东的助理。Lisa， 我叫 Lisa， 他知道的。那我带你去他的会客室的，这边。还没有登记呢。那我给池老师打一个电话。麻烦了。没事。池老师啊，有一个叫 Lisa 的美女来找您，她说那个跟您约过的。版权局的 Lisa 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要跟她说吗？不用不用，我已经到了。啊，好好好，马上就到了。您在这儿坐会儿。不用，我站着就行。律师，池律师，又见面了。小刚，他叫罗丽，是焦艳艳的离婚代理律师。这是我的助手潘小刚，有什么事你跟他说吧。池律师，池律师，明天就要开庭了，咱俩能最后谈一次吗？毕竟婚姻不是儿戏，就当是给你妻子焦艳一个机会，也算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也是你一个小律师的机会，跟我的助手好好谈吧。我要去洗手间。跟我谈，跟我谈啊！哎，喂，那个龙律师，你有什么事你在外头等会儿，龙律师。我上厕所。聊完再去。这是男厕所。我知道。能在这儿站着的，如果不是男人，就得是变性人了。来让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再上一回吧。你是不是个律师啊？啊，你刚才这种做法，他能告你侵犯他权益，你知道吗？针对你刚才对我所说的不当言论，我也可以起诉你侵犯我的名誉权。你现在这种行为，我们在场所有男士能告你性骚扰，你知道吗？而您对您妻子焦艳艳的不闻不问以及精神虐待，已经构成了家庭冷暴力。我们现在正在离婚。离婚？你一个深谙法律、老谋深算的律师，几年前对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姑娘甜言蜜语、海誓山盟，你让她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嫁给了你，全心全意地照料你，成为了一名全职太太。本以为就此可以和你共度余生，白头偕老。你现在突然告诉她，一切结束了，你可以从我的生活里滚蛋了，你管这叫离婚？你因为熟悉法律，所有房子的车子、重大财产全在婚前购置齐全，所以你认为你可以白白浪费她的青春，而不用付出任何的财产损失。如果婚姻是契约，夫妻间的承诺是合同，那么你这种行为就叫合同欺诈。因为任何一个美貌的姑娘，如果事先知道你给她的婚姻期限只有2年的话，她为什么要嫁给你？难道不正是因为你许给她的未来和一生的幸福吗？你是不是中国人？中国是不是讲男女平等？女人有青春，男人没有啊？哪条法律规定说分了手以后，女人就得拿损失费，男人就得付遣散费？
能在一起就能分开。你见过有人进厕所不出来的吗？我老婆是全职太太，她自己不上班，你见过我拿枪逼她吗？而且你知不知道真相是什么？你闭嘴！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和你谈谈。好，咱俩是在厕所谈，还是去办公室谈？我在办公室等你。带他去。不见不散啊。你喝点水。谢谢。你刚才说真相，真相是什么？你放心，我是个守口如瓶的人。我跟你说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！当然。你了解焦艳艳吗？我们老大结婚前买房买车，那不是因为他老谋深算，那是焦艳艳开出的结婚条件。焦艳艳这女人特别物质，她以前谈过好几个男朋友，都是因为人家没钱没车没房，后来全吹了。她呀，谁有钱她就跟谁感情好，钱越多感情越多。说完了。嗯。这就是你要说的真相。对啊。你怎么那么了解焦艳艳？池律师告诉你的。我们老大怎么可能跟我说这些？那是因为我听说焦艳艳比池海东还要早。那你怎么没拦着池律师？拦得住吗？男人哎，这肾上腺素嚓一分泌，智商就急剧下降。他总觉得说，哎，人家姑娘长这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买房买车应该的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干嘛还要反过来说女人太物质？哎呀，看来你是真的不了解男人啊！男人怎么会嫌弃女人物质啊？女人越物质，男人就越有机会去满足她。池律师上厕所怎么那么长时间？对，我们老大一般上厕所时间都挺长的，他喜欢蹲在马桶上考虑很多国家大事儿。那我还是去男厕所等他吧。我觉得您真的没有必要再回一次男厕所了。其实刚才池老师已经给我发微信了，他说他有急事先撤了，他让我在这儿好好的招待您，说您要是没什么事儿呢，我可以下午带您出去吃个下午茶什么的。哦，您要是觉得跟我待一块实在无聊啊，那我就在这儿给您下个韩剧，你好好看看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们家老大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哎，你不等了啊？再见啊，丽莎。池老师啊，池老师啊，您放心啊，我已经把那女的给打发走了。哎，你说她哪儿长得像个律师啊？整个就是一胡同大妈。咱们必须给她一个深刻的教育，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，而且还把她发配到边疆，让她给当尼姑去。池老师啊，哎呀，我给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，我觉得您这往后别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了，您这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焦艳艳她不就是吃准了您这一点，才变本加厉啊，自己红杏出墙了，还敢跟您来争财产？要我说，咱们得管她要这个精神损失费，不多，就1块钱。我们就是要告诉她，咱们差的不是钱，咱差的是这个礼。而且为什么是1块钱呢？就是要告诉她，她对于咱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伤不着咱们啊。不是，你在里面拉屎，你不吱声呢你？上厕所能出什么声啊？
张老师，没事，这个人嘴严。我什么都没听见啊！正如我去给他们开个会，这事儿不会外传的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猜？哎，非礼勿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先放我下来。你再不说你怎么进来的，我打电话报警。哎，吃律师，不是你们家这破东西啊，上得来下不去。我现在大脑充血，口条不利索，你人道点，把我放下来，我再好好回答你问题，还不行吗？啊，舒坦。告诉你怎么进来的？哎，怎么进来这事儿真是说来话长啊！长话短说，在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你是没有权利换锁的。我当事人有权利进入你们这套房，我是代表我当事人过来查验一下你们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的。查验完了没？没来得及查验，查验完了。啊，哎呀，你赶紧从我家里出去。我倒是想出去呢，这不打不开吗？帮帮忙。哎呦！这要是在美国，你叫私闯民宅，我可以拿枪打你。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喜欢舞刀弄枪的。来，扶一把。哎呀，有啥事不能坐下来谈谈的？你说呢，是吧？哎呀，头好晕。你在那上面待多长时间？半小时。半小时算长吗？我扶你。那东西不能待太长时间，我给你打电话叫个医生。不用那么兴师动众，我这家族遗传病，低血糖，喝点糖水就好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在你这儿歇1-2个小时就缓过来了。你买的？田乐姑娘买的。几个意思啊？我在男厕所门口堵你，确实不太合适。你私闯民宅就合适啊？来你们家是想亲手给你做几个小菜当面致歉，你是诚意吗？头不晕了？小 case， 我爸妈都是学戏曲的，打小就想让我成为他们接班人，一拿大顶就是40分钟。给你展示一个。焦远说你爱吃腰花，爆炒啊还是凉拌呢？我现在吃素。您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在家里吃饭了？是啊。点评一下厨艺呗。菜做得很好，谢谢你。菜吃舒坦了，气儿该消了吧？来。
解，咱俩都是律师。我年轻时候跟你一样，前2次是我脾气不好。其实你除了没有城府以外，简单、真诚、勇敢。如果我的助手有你一半，我就知足了。看来我再敬你一杯吧。希望您夸我的话是真心的，也希望您能支持我目前的工作。你看，刚说你没有城府吧，这才喝到哪儿到哪儿啊？你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是，又没藏好。既然都露出来了，那我就说说我的诉求。你先说个题目吧。撤诉吧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呢？上了法庭，大家都会为了各自的利益据理力争，难免露出人性中最难看的一面。您和焦燕夫妻一场，真要弄到那般田地，对双方都是极大的伤害。更何况您还是一个知名的律师。做律师我是前辈，但生活中很多的事情，我也是这辈子第一次碰见。你怎么就能肯定，在法庭上看见难看的事儿，在生活里就会好看呢？如果我喝这2杯酒，咱们就不用打官司了。做律师的就光陪别人吃饭就行了。池律师，恕我直言，我觉得您跟焦燕之间还是有事儿，您心里有坎没过去。什么坎儿啊？您心里要是没有坎儿，为什么那天都到了家门口，却又没进门呢？他没跟你说我那天在门口看见什么情形吗？他说了，您那天到那的时候，他正好送了一个男性朋友出门，所以您就误会了。您对我一个陌生的小律师都如此大度，您为什么就不肯给您妻子一个机会，好好解释清楚呢？石律师，我去过您家，您家特别的温馨舒适。焦燕说那都是您装修的，每一片瓷砖都是您贴上去的。您对这个家一定充满了感情吧？您真的就这么舍得放弃它吗？昨天晚上，燕燕在我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听你们的微信对话，一边听一边哭，怎么劝都劝不住。我想她没有必要在我一个律师面前演戏吧，连傻子都看得出来她对你充满了感情。她也告诉我，她一直深爱着你。他这么说的？是的。哦，那太可惜了。我不爱他了。为什么呢？不爱就是不爱，需要什么理由吗？那从什么时候起不爱的呢？从结婚1年以后吧。工作越来越忙，2个人越来越没话说。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说声再见，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说声回来了。除了吃饭看电视，我们俩基本没什么共同语言。如果这个时候婚姻里再出现1、2个新鲜元素的话，这个家就一定保不住了。新鲜元素？您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？婚外情呗。谁的婚外情？我的。